是不祥之兆，会被处死的。贻害家族！胡说胡说！我可是青丘土地九尾灵狐，天下间最尊贵的名上。怎会如此？怎会如此？成家我的孩子！嫣然，我们还会再有自己的孩子的。嫣然成家？天哪！我竟然成书了！这完了，怎么刚出生就要被谋害？娘亲！谁在说话？谁在说话？嫣然，没有人在说话呀，一定是过度劳累了。你好好休息，孩子的事情我来处理。什么鬼胎？都是坏女人给我抹的朱砂！娘亲，救命！我不要跟坏爹爹走！救命啊！慢着，我这是听到女儿的心声吗？夫君，把孩子抱过来，让我仔细看一看。难道你不相信为夫吗？这是为夫的女儿啊！渣爹，渣爹，笨蛋娘，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坏爹爹啊！夫君，把孩子抱过来，让我再看最后一眼。嫣然，你刚生产完，不宜下手。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拿盆温水过来。终于得救了，看来娘亲也不算太笨。来人，把疯婆子给我抓起来！夫人饶命！夫人饶命！夫人饶命！大胆，竟敢谋害我和嫣然的嫡女，你还害我险些铸成大错。娘子，你先好好休息，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要好好审理这个婆子。坏爹爹，明明就是你和那个产婆串通好的。夫君为何要如此待我？难道这么多年，他深情的样子都是装的？白成家，你竟然伙同有王，谋逆犯上，还叫我们夏家赶尽杀绝，你枉费我父亲和圣上。如今永王才是当今圣上，夏家那是罪有应得。既然你快要死了，我就让姐姐做个明白鬼吧。什么意思啊？你辛辛苦苦养育的状元郎，其实是我和澄江的孩子，而你真正的儿子啊，还在马厩里给人当马奴的。还有你那小女儿，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鬼婴，是澄江，他亲自买通了产婆，就要了你女儿的命。你女儿啊，果然是随你叶命一条。白成江、刘如意上求碧玉，落下黄泉，自生之仇，来世必报。那就有劳夫君了。走，等我好了，一定要调查清楚，以后就给你取名夭夭，好不好？养得亲亲夭儿。夭夭，好耶，这个名字我喜欢。我娘亲真漂亮啊，又漂亮又温柔，好喜欢和她在一起玩。就是好饿好饿，折腾了这么久，我还没吃上一口奶。玉竹，快去把如意给邀请的奶娘找过来，快去。是。啊，不行不行，她可是渣爹的小情人，坏小三，她找的奶娘也有问题。除了玉竹姐姐，娘亲身边都是坏人。什么？柳如意不是白成江的亲表妹吗？娘子，这位便是我的表妹柳如意，她是我母亲的侄女，早些年便父母双亡，无依无靠，还望你多关照。见过嫂嫂。夫人，奶娘到了，就在门外，让她下去，我亲自喂。可是，夫人您的身体没有奶水啊。自从去年以来，我的身子便一日不如一日。难道当真是我命薄福薄，不能陪孩子长大吗？牛乳就好，牛乳就好。我也不想要奶娘呀。无碍，给她喂些牛乳就好。啊，对了，还有，以后夭夭的所有东西都要经过你我之手，不要再劳烦柳小姐了。夫人。啊，对了，派2个可靠的人，一个去盯着侯爷，另一个
盯着柳氏。夫人，怎么了？按照您的吩咐，老爷下朝之后，先去了柳小姐房间，两人举止亲密。老爷他还亲了柳小姐一口。果然，别人顶多就是找个外室，我这夫君竟然把小妾与我姑嫂相称，在我眼皮子底下寻欢作乐，简直是可笑至极。哎呀，这算什么呀？漂亮年轻还不知道，大舅舅马上就因为无意发现渣爹和永王私下来往，永王怕大舅舅告发，买通了他下人，污蔑大舅舅谋害太子，大舅舅马上就要被下大狱了。大哥被污蔑谋害皇嗣，玉竹，奴婢在。去取笔墨来，我要求家书一封，送回夏家，快去。是。从小我看着他长大，怎么可能会是冒牌的呢？可我刚刚验证了夭夭新生所言为真。娘，我看妹妹怕是饿了吧？不许哭来哭，我掐死漂亮年轻，快救我！冒牌哥哥想要掐死你可爱的小崽崽呀！娘子，娘子，不怕。颍川，娘今日累了，你先下去吧。是，那我明日再来看娘亲和妹妹。哎呀，哼，又想来掐崽崽，坏蛋哥哥跟他的坏蛋娘柳如意一样坏。明日也不用来了。娘，你最近忙于科考，学业那么重，专心学习吧。是，都听娘的。如果真如夭夭新生所说，颍川不是我的孩子，那我的亲生孩子在哪儿啊？夫人，夫人，侯爷从柳小姐房间出来了，好像正往咱们院子里来。娘子，我刚下朝归家，快让我看看我们的宝贝女儿。坏爹爹，才不让你抱，身上一股脂粉味，臭死了。侯爷，你辛苦一天，还是先换身衣裳吧。也好，等我先给咱们的宝贝女儿取个名字。我想想啊，坏爹爹，谁要你给取名字？哼，我有名字，就叫白夭夭。啊，侯爷，我已经给她起了小名，叫夭夭，幺儿的夭，大名就叫夭夭，桃夭的夭，怎么样？是个好名字。好呀，就叫夭夭。娘子，今日还没喝药吧？我先伺候你喝药。来人呢？喝药？不行不行，这药是有毒的。漂亮娘喝了药之后就变得不漂亮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娘子，把药喝了。娘子，你这是怎么了？我这几日没有休息好，有点心慌，手抖，不小心把药丸打翻了。哎，玉竹，还不快来收拾一下？娘子也是为我艰难产女，才会变得如此。如今看到娘子如此虚弱，我着实是心疼的要紧。明日我就让林大夫来替娘子看诊，等开了方子，我就亲自为娘子熬药。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专门为夭夭求来的平安符。渣爹又骗人，什么破纸片，一点用都没有，就是路边随便买的，根本不是平安符，还不如给我钱呢。侯爷，我记得前阵子你找人打了一块上好的羊脂玉，做成了一块平安牌，不如把这个也送给夭夭吧。那不是说好给颍川作为生辰礼的吗？那个玉配值足足7000两银，这丫头也配？颍川的生辰还有一段时日，就先送给夭夭吧。这夭夭出生以来就波折重重，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啊，对了，夫君，昨日那个婆子交代出什么了吗？哦，那个疯婆子说了，她是新生我们肛门大户，起了仇富之心，故心生歹念。哎，这世风日下的，真是人心不古啊！哦，竟这么简单？是啊，其实我也不太相信，又或许是我那朝中政敌，知道我素日里最疼你了，蓄意报复啊！娘子，我还有些公务没有做完，我先去书房。平安牌我一会儿差人送过来，送给我们的小丫丫。好，
侯爷慢走，下去吧。夫人，我知道你精通医理，刚才那碗药查出什么了？奴婢已经验了，这药确实有问题。什么问题？里面加了麻黄，却有平喘散寒之效，但里面又加了炙半夏，两者药性其实相冲，喝了以后会失眠多梦，久而久之会噩梦缠身，风邪入体，体弱多病，甚至有可能变为中风。好一个如意郎君！嫣然，旁人都说我门第已然落寞，配不上你这将门嫡女。我不在乎那些，只要你我夫妻同心，再加上我爹爹的助力，早晚会把侯府重新撑起来。何其如此，夫复何求啊？奴婢也是万万没有想到，侯爷平日里君子如玉，没想到竟是一匹中山狼。还好夫人心细如发，不然还不知道被蒙骗到什么时候。玉楚，我现在能相信的就只有你了。夫人，不，小姐，我从小与小姐一起长大，愿为小姐肝脑涂地。我的长子竟然并非亲生，往日恩爱的夫君，如今却狠心设下毒计杀我妖女。原以为的姑嫂和睦，原来是暗地里的奸夫淫妇。如今就连补药都被他们换成了毒药。老天爷，我素日行善，为何要这样待我？漂亮娘亲怎么哭了？不哭不哭，瑶瑶诅咒坏爹爹，大牙磕掉，说话漏风。还好，我还有瑶瑶，我的宝贝小神女。也许老天爷待我不薄，才在万死之中。这不是嫣然的疹子吗？还有你这肚兜。她是将门嫡女，裴家的东西那么多，丢了一件半件也发现不了的。怎么，不好看吗？好看。我就是喜欢这样，喜欢穿她的衣服，戴她的首饰，还有睡她的男人。你好骚啊！郎君不就是喜欢我这个样子吗？夫人，真是大快人心。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我听嬷嬷说呀，侯爷昨天离开这之后，又去了柳小姐房间，没想到半夜轰隆一声，床塌了啊！侯爷啊，深深的掉了半颗大牙，柳小姐也被老夫人揪去训话了。侯爷早上呀，就是这样捂着脸去上朝的。漂亮娘亲怎么哭了？不哭不哭，瑶瑶诅咒坏爹爹，大牙磕掉，说话漏风。瑶瑶果然是我的小贵人。程江，你在这遮遮掩掩的干什么呢？你这是怎么弄的？昨日天黑路滑，处理公务太晚，回房时不慎磕碰了些。你这磕的可不轻啊！也是心系公务。你个下作的东西，你见着男人就往上扑啊！这真的是一场意外啊！你反了你了，你还敢顶嘴！我错了，老夫人。当初程江说你安分守己，你又生了颍川，我才勉强让你装成我侄女的身份进门。没想到你这小门小户果然是上不得台面呢！成人里就知道勾搭爷们儿，做那种不知廉耻的事情。你呀，那种夏嫣然那种高门嫡女比，你差的真不是那一星半点儿。夫人，柳儿知道，柳儿的一切都是老夫人给的，柳儿只愿终身伺候您跟侯爷，做白家的小猫小狗。夫人，求您原谅我吧，看在颍川的面子上啊。颍川他那么聪颖，听说这次院试又是名列前茅，将来一定能考上状元，比夏嫣然那个一出生就残废的儿子强多了。你呀，就这肚子还争点气，爸，你就在这儿跪3个时辰，就算小惩大戒吧。哼，走，给我拿厚厚的软垫。另外，等侯爷来了，请他来我这里。哎呀，这个玉台一看就是个值钱货，好喜欢呀！小姐看起来好喜欢呢。是啊。漂亮娘亲，看我的脚，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金阿玉啊？快套我脚上，脚上还有空呢。今日表妹被母亲斥责，我听说你充耳不闻，任由她罚跪到现在，你这个当家主母便是这么当的？夫君这是为了刘表妹在对我发火。怎么会呢，娘子？
我方才着急，生气并不是对着你。渣爹在撒谎，他就是听了坏女人告状来对漂亮娘亲发脾气的。他身上臭臭的味道，我一下就闻到了。娘子，我与表妹胜似亲生兄妹，她平日里对你恭恭敬敬的，就算旁人不敢你也应该尽尽做嫂嫂的义务啊！怎么能让她从白天跪到晚上，那膝盖都青紫了呀？骗子，渣爹是个伪君子。亲生兄妹亲到床上去了是吗？可是夫君，我怎么听说？听说什么？玉竹，带瑶瑶下去。是。什么？不要呀！不要抱我走！我也要听八卦，我也要。我听说刘表妹之所以被罚，是因为偷人。什么？这不可能！夫君先别急，我听说刘表妹当日房间的动静是床塌了，床塌之时，她正与那人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哦，对了，刘表妹那红色的肚兜还在那人的腰间呢。而且这件事情啊，在下人之间都传遍了。你说什么？都传遍了？是啊，所以娘才震怒。表妹兵器玉洁，一定是受奸人污蔑。这件事情我会追查到底，看这流言究竟是从哪里所起。这府中爱嚼舌根的下人，也是时候该清理清理了。是啊，是我不该乱猜忌表妹。哎，以我夫妻同心，就不说这个了。娘子，今日的药你喝了吗？都喝过了。那就好。娘子一定要按时喝药，这身子才能大好啊。是，都听夫君的。那我这就去药房把夫人的补药端过来。呀，快点！我记得你有2日没进食了吧？只要你跟以前一样跪着给我当马骑，我就许你吃点马粮。来人，上马粮，吃点马粮吧，快吃啊！你个狗奴才不听话是吧？来人，给我把他按住，快吃！住手！白银川，我自小教你宅心仁厚、宽厚待人，就算你能圣贤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就是一个狗奴，至于吗？坏哥哥胡说，这才是我的亲大哥。你敢打我的大哥，看我以后打你满头包。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娘，你怎么了？我的脚！好，坏哥哥遭报应啦！白银川，你平白无故欺辱下人，我就是这样教你的吗？真是令为娘心痛。娘，如今圣上宅心仁厚，此事若是传出去，侯府的颜面都被你丢尽了。在这儿给我好好跪着，跪2个时辰，好好反省。贱人，等我娘上位那一天，看我怎么收拾你！你叫什么名字？你说。夫人，这个贱奴，不，这个下人没有名字，我们平日里喊她小奴。这是什么名字？谁给你起的？从今往后，我收你为义子，你的名字就叫白平川，一马平川。娘，他只是一个卑贱的马奴，你为什么认马奴做儿子？我的事儿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给我在这儿好好跪着。还有你们，纵主行凶，陪少爷一起跪，少半个时辰就再加2个时辰。哎，叫娘，你是我夏嫣然的儿子。不急，慢慢来。你先在这儿住下。多谢娘。哎，好孩子。太好了，亲亲大哥终于回来了，以后我们就是幸福的一家3口啦，吉祥3把，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我竟然能听到吉儿的心声，这太荒唐了！难道这只是我临死之前的一场美梦吗？
品川，你这是干嘛呀？自己会疼，娘亲的手也有温度，所以这不是梦。她说的是真的吗？所以这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太好了！你这腿是出生就这样吗？自我记事起就这样了。才不是呢，是柳如意买通了接生婆，将刚出生的大哥的腿硬给掰断的。渣爹这才同意把白影川换过来做侯府。如意、白成江，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两个贱人。你先在别院住下，娘一点一点的教你读书、认字。多谢娘。既然如此，让我来帮大哥的腿好得快一点吧。奇怪，平日里冰冷麻木的腿，怎么有了一股暖流？玉竹，带他下去休息。多亏了瑶瑶，不然我差点连自己的儿子都见不到。白成家，世上怎会有你这样狠毒的父亲？夏嫣然，你何时变得如此冷血了？夫君这话我就听不懂了。他犯下大错，纵奴行凶，狂悖无道，已然有悖君子之德。我管教自己的孩儿怎么冷血了？难道说颍川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不得？你嫣然，颍川还小，他若是犯了错，你稍加惩戒就可以了，何必让他跪在马厩里？这伤了身子不说，这要是传出去，他的颜面何在？借口都是借口，渣爹就是心疼坏哥哥了。渣爹坏坏，瑶瑶咒你出门就拴个大马趴。夫君说的对啊，颍川年纪虽小，若是不严加管教，日后犯出大错，那才是丢了侯府的颜面。夫人说的有些道理，侯爷想清楚就好。只是夫人何必收养一个马奴？那马奴粗鄙不堪，岂能做我侯府义子？马奴粗鄙不堪，你怎能如此无情？侯爷，今日颍川欺凌马奴时，许多人都在场。若是日后传出去，对他的名声不利。我今日收养平川，也是为了他的名声着想。夫人所言有理，他这么低贱的身份，哪里配呀？胡说，渣爹呸呸！我大哥眉间有紫气，贵人之相，才不低贱。夫君慎言呐！当今圣上曾说，普天之下皆为皇民，人只有尊卑，哪来的贵贱？至于族谱，他肯定是不会生在白家族谱上的，你就放心吧。娘子，方才是我一时冲动，我们不要因为一点小事伤了我们彼此的和气。我看天色不早了，不如我们早些歇息。今日我有些累了，就不送侯爷了。这个女人竟敢对我如此颐指气使，等着吧，等再过几日。跪下！还是亲大哥好，亲大哥真心待我好，不像那个假大哥，每次看见仔仔就想害，报复啊！我悉心教育白影川17年，可惜白眼狼终究养不熟。娘，还生儿子气呢。娘，儿子知道错了，今天来找您认错了。做就好。娘，儿子今天特意去买了糖果给瑶瑶，快给瑶瑶尝尝。我不吃，我不吃，那糖里加了东西，吃了我会肚子痛痛。拿走，快拿走！瑶瑶还小，吃不得这些东西，但这也是你的一番心意。玉竹，你先收着吧。不应该啊，我听说小孩子都喜欢吃糖果。来，瑶瑶，大哥喂你。颍川，瑶瑶不吃。你还记得娘小时候喂你的样子吗？娘喂你一颗。来，颍川，娘再喂你一颗。娘，我不爱吃甜的，我先去读书了，改日再来看您和瑶瑶。夫人，这糖里加了猪玉汁，这毒微量，大人身强体壮，偶尔吃不会有问题，但小孩吃了容易腹泻、呕吐。公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心思，真是恶毒无比。就是，没完没了了还，只会下毒，小人计了。1次、2次、3次，下在药里、毒服里，甚至糖果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奴婢有罪。玉竹，你这是干什么？当年老夫人为了让奴婢学习医理，就是为了能好好护着小姐。可没想到3番2次被人得逞，都怪奴婢失察，请小姐降罪。玉竹，
怪你，要怪只能怪我们低估了人心险。过几日就是母亲寿辰了。老夫人，寿宴，那就是仔仔的奶奶过生日呢。哎呀，就是在寿宴上，舅舅被陷害谋害皇嗣，下了大狱的。竟是在这时。嫣然，你跟夏家这么多年不联系，今日没有必要过来的。岳母寿宴我来就好了。大骗子，明明就是想做局陷害舅舅一家，才不让漂亮娘亲跟来的。夫君，当日我为了嫁给你，与母家反目。如今母亲60大寿，我怎能不来？还是说，夫君不想我跟母家和兄长的关系缓和？当然不是，我是怕你跟他们起冲突。你是怕娘亲发现你们的计谋，坏爹爹。绝不能让你们的阴谋得逞。我讲回来了，娘，快起来，快起来！你这还抱着孩子呢，这就是瑶瑶吧？我看看，娘，女儿不孝，这么多年都没有回来看过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娘，爹，今后我一定好好孝顺你们。好。永王到。看见永王。永王素来与我夏家无太多交集，今日怎么突然来了？坏人来了，坏人来了！大舅舅可要小心这个坏人。奇怪，这是什么声音？舅舅长得可真帅呀，就是有点胡子拉碴，大老爷们不讲卫生，羞羞。当真是夭夭在说话，我能听到夭夭的心声。这便是夭夭吧？本王早就听闻白夫人生下一个极为可爱的女孩，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坏人，目中带赤，虚伪之相，谁要你喜欢？你还要跟渣爹一起害娘亲家呢！害殿下！不必多礼，起来吧。恭贺夏老夫人60大寿。臣妇何德何能？太子殿下真是抬举老妇了。夏老将军是我的武艺老师，你也算是我的师母，不必多礼。今日太子在夏府中毒而死，我大义灭亲将夏家下狱，岂可甩掉夏嫣然？世人还得传我一个公正的名声，真是一举两得啊！今日可算是家宴，又有贵客登门，大家何不共饮一杯？祝贺夏老夫人60大寿！太子殿下，请。糟了糟了，这水不能喝，渣爹和坏人在水里给太子下毒了。请。夫君，你怎么了？快传大夫！糟了糟了，渣爹和坏人在水里给太子下毒了。哼，渣爹还想陷害舅舅，罚你喝1大口毒酒。夫君放心，我现在就去查。你先好好休息，我爹娘还有大哥会照顾好你的。走。表哥，坏爹爹没被毒死，又来凑热闹。嫣然，你怎么能随意犯如意的东西啊？夫君，你的毒没事了？他自己的毒会自己解，肯定没事。没什么，我是自己吃坏了东西，与如意无关。没事就好。不过夫君，你看。如意竟与那个男子有染，如意这个年纪，暗地里耐不住寂寞也是正常的。不过这男人是谁啊？如意在府中甚少出门，他是如何与这男子私会的？笨蛋娘亲，他不会私会外男，但是他可以私会渣爹爹呀，可怕的很呐！你休要胡说，坏了如意的名声。如今不是我坏了他的名节，不知前几日传他之事，夫君调查的如何？这事若是传出去，那会说我们侯府管教不严，家风不正。你这汗巾是我年少的时候与少娘郎交好，她留给我的，我一直对她难以忘怀，因此收藏了起来。如意表妹年少时期作风就如此大方，男未婚女未嫁，举止就如此亲密，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嫣然，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那你说？要不要帮如意表妹寻一寻这位少年郎，好了了表妹的心事？我看就不用了吧，毕竟都过去这么久了。那
怎么行呢？如意表妹如今住在我们府上，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苛待她。表妹暗地里耐不住寂寞，我们早日帮她成家，好了了表妹的心事。要干什么？不好了，娘亲，大哥哥要被假哥哥逮了。什么？走。区区米糊，前几日还跪在我的脚下，不过只是得了那个贱女人的欢心，就敢跟我平起平坐了。正好，新仇旧恨也该一起算了。今日看我不打断你的另外一条腿！老子今天就让你大爷走不了路！你敢打我脸？互相切磋，点到为止。大少爷可谓不。糟了！你算什么东西？你跟我互相切磋，老子打死你！白迎春，娘，他打我，明明是你想趁着平川落败伤他，若不是平川反击，恐怕另外一条腿也要折了。平川只是打了你的脸，又没伤你根骨，自己技不如人还找我告状，这是一个男子所为吗？娘，他只是你的意思，我才是你的亲儿子，你为何如此偏袒他？你才不是娘亲的亲儿子，你是娘亲养不熟的白眼狼。他既是我的义子，那也是我儿子，我自当公平对待。白迎春，你若是不想读书，那就去看你表姑母相亲如何？好了啊，没事。爹，为什么要给娘安排相亲？还不是那个夏嫣然，非要把你娘嫁出去。这怎么能行？哭哭啼啼的，像什么话？娘，嫁出去就嫁出去，反正我们白家也不缺主母。娘亲，你别说了，反正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将如意嫁出去的。是啊，祖母，等到孙儿来日高中之时，还要将娘正大光明的迎入府中做主母。那个夏嫣然根本就不是我亲娘，我才不认她。可是如今如意招亲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京城，我们也是骑虎难下。什么？什么难下呀？莫不是表妹要南下寻亲？嫣然，你为何要将如意招亲的消息传出去？如意又不是正值婚龄，哪儿那么容易找一个合心合意的婆家呀？当然要把消息放出去，让有意者自己上门。嫣然，你这不是让满城的人都笑话如意，笑话她这个年纪还嫁不出去吗？这不是事实吗？夫君，我说的也是事实啊。我不嫁，如意不能嫁。夫君，这是为何？莫非夫君想娶如意？你胡说什么？夫君和如意按照律法也是可以结亲。休要胡说，我跟如意是兄妹，别的什么都没有。渣爹心虚了。我当然相信夫君，夫君和如意是表兄妹，自然是没有什么。只不过，如果夫君娶了表妹，如果外人知道，那他们可要以为如意近几年在府上名为表妹，实则为妾呢。这可太丢人了，我可承受不起。所以夫君考虑清楚，要不要让如意嫁人？郎君，你真的要把我嫁给别人吗？我是你的人啊，我还是宜川的亲娘啊。如意，嫣然说的也很有道理。现如今事情都传出去了，你若是还留在府中，这传出去不像话呀。爹，你让我娘嫁给别人，这太荒唐了。这都是权宜之计，你先找个人家安定下来，等我回头把夏嫣然给休了，我再将你给接回来。荒唐啊！她要是嫁进别人家，怎么可能再让她进门？这不是把我们白家的脸都丢尽了吗？郎君，我不能嫁出去，我为了你，在这个府上无名无分的待了10几年，你不能如此无情啊！如意，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将你接回来的。郎君，不要啊！郎君。
你真的如此狠心，让我嫁给别人吗？若依，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你放心，我已经给你寻得了一户好人家，是去年刚立过战功的赵将军。你嫁过去之后，还能拉近我们两家之间的关系。等我把夏嫣然休掉，我再想办法将你接回来。你相信我。白晨江，我等了你这么多，你却要我嫁给别人。还好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与其等着不知何时才能到手的侯府夫人，还不如嫁给赵将军。到时候就说孩子是他的，将来将军嫡子和侯府世子都是我的儿子。这种风光，夏嫣然求都求不了。天哪，那个坏女人竟然又怀孕了！她答应嫁人是因为自己想当主母了，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喊别人当爹去。什么？柳如意竟然怀孕了？这下更有好戏看了。玉竹，玉竹，来，夫人，你找个大夫去将军府，然后侯医生，你一定要善待颍川。那个夏嫣然心胸狭隘，目光短浅，他对颍川也十分苛待。颍川是你唯一的儿子，你一定要助他考上状元。如意，你放心，颍川是我唯一的儿子，将来我的位置也是他的。如意拜别表哥表嫂。好了，时辰不早了，快走吧。迎亲的人呢？迎亲？表妹，侯爷没跟你说吗？你嫁过去是做妾，要自己登门。做妾？做妾？表哥，你不是这样跟我说的，你说的是嫁给赵将军。是嫁给赵将军呢，只不过如意表妹，以你的年纪和家世，是当不了正妻的。况且赵将军府已经有当家主母，不过赵将军已经50多岁，有10几房小妾，自然是会疼人的，你不必担心。表哥，你不是这样说的，你说的是嫁给赵将军，你骗我。来人，时辰已经到了，送柳小姐出嫁。表哥，颍川，娘。颍川，这是在叫我吗？娘，孩儿只是有些舍不得表妹。哎呀，舍不得也得舍的，没准儿过几天我们还会再见的。坏女人走了。嫣儿高兴得太早了，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让柳如意离开？她害得我的儿子残废，害得我养了她的儿子养了17年，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让她离开？夫人，柳如意被将军府赶出来了。走，瑶瑶，咱们去看戏。老夫人，求你让我回来吧，我被赶出来了，现在无处可去了。你都嫁给别人做妾了，你还回来做什么？我毕竟是颍川的亲娘啊！我不想去赵将军，求你让我留在府里吧。哟，表妹，这怎么今日出嫁晚上就回来了？你身上这怎么搞的？夏嫣然，都怪你！若不是你一定让我出嫁，我怎么会受这样的苦？妹妹说这话我就听不懂了。我好心为你寻婆家，怎么新婚之夜就被人赶回来了？还是妹妹做了什么让夫君不高兴了？如意，你怎么了，如意？表哥，求你不要让我嫁人了。那个赵将军他一言不合他就打我。你这个坏女人，是自食恶果，娘亲干得漂亮。太过分了，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没想到这个将军竟然如此粗鲁！你身为我的表妹，怎可随便动手打你？这赵将军是如何与表妹一言不合的？还是说表妹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糟了，我现在要是把怀孕一事说出来，那夏嫣然必会问我孩子父亲是谁，我该如何处理？侯爷夫人，将军府派人来递话了，他们说表小姐怀有身孕，还嫁到他们家，适合举行。什么？什么？如意，你怀孕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幸好你回来了。夫君，这是何意？我之前说表妹与外男私通，你还不信，如今身孕都有了。什么外人？是什么？总之，如意现在有身孕了，万万不可再嫁出去了。那倒是，不过恐怕这件事情明日一早便会在全城传开。侯爷的表妹常年在府中未嫁，如今嫁人做妾，却被发现已有身孕。这件事情传出去，侯府的颜面何在？嫣然，你胡说什么？这件事情你要是给我传出去，我定不饶你！母亲这话好没有道理。此事若是我不传出去，将军府的人就不会传出去吗？有如意与人私通，现在难道不应该把那个奸人抓出来吗？住口！什么奸妇？你说话不要太刻薄了。夫君，我说的是事实啊。柳如意尚未出阁就怀有身孕，此事传出去，侯府的颜面何在？不容克服。柳如意现在应该被禁猪笼。够了！夏嫣然，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你仁慈宽厚，没想到你竟如此冷漠。现如今如意成了这般模样，你身为侯府的当家主母，你不想着怎样帮她解决就算了，你还要将她进猪笼，这怎能如此恶毒呀？就是嘛，我侯府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这个时候应该好好想想，怎么帮如意洗去这个罪名，明日如何给将军府一个交代，而不是在这里指责我们自己人。明明是那个坏女人做的好事，凭什么要娘亲给她兜底？一群坏人！是呀，母亲，明明错的不是我，是柳如意，你们却在一个个指责我。我看你们倒挺像是一家人。娘亲不难过，仔仔永远跟娘亲在一起。行了，身为当家主母就要当家主母的气度，而且让如意嫁出去也是你的主意。现如今她成了这般可怜模样。总之，如意现在的身体最要紧，我先扶她回去休息。我希望夫人能够解决好此事。走，小心点。夫人，侯爷实在太过分了，明明就不是你的错。这10几年，终究是错付了。娘亲不难过，那个坏女人的孩子根本生不出来的。夫人这身体早些年生产的时候是否伤到了？如今这肚子里的孩子恐怕是保不住了。什么？怎么会这样？你帮我保住他，花多少钱都行。不，这不是钱的问题，夫人还是早做打算吧。那我这孩子还能活多久？恐怕在母体里不会超过3个月啊，如今还有1个月左右。好，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记得，这件事谁都不要说，少不了你的好处。明白。本来想着靠着这个孩子再次在白家站住脚，如今看来恐怕是不行了。不过夏嫣然，她害我遭受奇耻大辱，我不如就用这个孩子将她赶下主母之位。等侯爷休了她，这侯府主母的位置，除了我，还能有谁呢？如意，如意，郎中怎么说？郎中说我们的孩子健康着呢，而且还是个男孩。
太好了，如意，你简直就是我们白家的功臣。郎君，你怎么这么心狠，叫我送给别人？如果不是这个孩子，我就见不到你，见不到颍川了。如意，我都是被那个夏嫣然给蒙骗了，我还真以为他给你寻了一个好人家，没想到既是龙潭虎穴。还好你跟孩子回来了，嫣然，你放心，我尽量会把他给休了。郎君，你可万万不能再叫我送人了。若是再来一次，如意还不如去死。如意，你别瞎说，还怀着孩子呢，你就放心吧，你就安安心心的把孩子生下来。等到时候颍川中了状元，我就立刻把夏嫣然休掉，立你为正妻。到时候我看谁敢多嘴。老板，给我家小姐打的吊坠呢，我来拿。谢谢啊。慢着，我看这金吊坠成色不错，玉竹姑娘不如先给我吧。表小姐，这是夫人给小姐打的吊坠，为何要让给你？放肆！怎么跟我娘、跟我表姑母说话呢？不过只是个吊坠而已，瑶瑶她还小懂什么？如今表姑母还怀着身孕，当然是先要给她了。怎么了，瑶瑶？不好了，娘亲，那个坏女人要抢走瑶瑶的金子。啊！玉竹姐姐去给瑶瑶拿吊坠，被那个坏女人和贾哥哥抢走了。走。大少爷，这可是你亲妹妹的吊坠，你怎么能抢自己家的东西给外人啊？表姑母也是家人呀，她还怀着孕。你别把她气着，不然我就把你们全部赶出去。她怀着孕关我们什么事？再说她未婚怀孕，还被夫家赶了出来，如今还在这里招摇过市，你还好意思把小姐的东西给她？放肆！你一个下等人还敢这样议论主人，我今日就要打死你！我看谁敢！我看谁敢！夫人，我来取小姐的吊坠，没想到被表小姐抢了去。大少爷不分青红皂白还要打我。表妹，颍川，怎么回事？嫂嫂，对不起呀，我就是看这坠子不错，没想到颍川这么孝顺，非要送我。娘，表姑母还怀着孕，这金吊坠也是给她压压福气。瑶瑶还小，我回头再买来送她。那是娘亲给仔仔的，你这个冒牌货，不准抢我的东西！怀孕？是啊，如意，你年纪不小，却一直未嫁，我好心帮你寻一个不错的人家，谁知你怀着身孕就嫁了过去，被人发现还打了一顿，赶了出来。我念在你是我夫君表妹的份上，继续留你在白家白吃白喝。你知道我们白家蒙受了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吗？如今你还不知廉耻，招摇过市，不知好歹抢我女儿的东西。柳如意，你丢你自己的脸我不管，别丢了侯府的脸。这不该不敬的都被夫家赶出来了，还敢这么张扬，真是不知廉耻。你看他还挺着个大肚子，觉得还挺光荣的，丢死个人了简直。娘，表姑母也是自家人，别当着外人的面这么说她。白颍川，你知道什么是自家人？你妹妹不是你自家人，你如今抢你妹妹的东西给别人，你有什么脸跟我提自家人？我看这大少爷这么护着那个表姑母，那孩子的父亲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不过这可是乱伦呀，这深宅大院玩的真是花呀！滚！都给我滚！站住！把吊坠还我！嗨，娘亲把金子给我抢回来了。
你怎么又欺负如意了？渣爹又听信那个坏女人的一面之词，过来指责娘亲。夫君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你少给我装傻！我听说了，你今日在外羞辱如意，现在满城的百姓都在议论她。她现在在屋里哭得死去活来的，她还怀有身孕，要是身子出了问题怎么办？是我让她未婚先孕，被夫家赶出来的。嫣然，是我让她怀着不知道是谁的野种在大街上招摇的。夏嫣然胡说什么？什么野种？啊，不是野种。那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娘亲好棒，气死你！夫君这火发得好没有道理。柳如意丢了侯府的颜面，还抢了夭夭的东西，你不去责问她，反而跑过来怪罪我。你怎么不问问柳如意为何要抢夭夭的东西？夫君，我倒是想问问你，自从夭夭出生之后，你抱过她几次？如今夭夭满月宴，你有否操心过？现在为了一个表妹，来怪罪自己的妻子，责问自己的女儿。侯爷，在你心里，到底是我重要，还是表妹重要？当然是娘子重要。我刚才一时冲动，没弄清楚事实。哎，这几日朝中之事太多了，我心情不太好。娘子别跟我一般见识。我的好夭夭，不要找爹抱，他刚刚抱过那个坏女人，身上好臭。侯爷，夭夭还小，侯爷刚从外面回来，身上沾了不干不净的东西，别冲着了夭夭。也好。侯爷，如今我的名声逼成了这样，都怪那个夏嫣然。如意，我知道你心里苦，再等等。现在夏家还受皇上的重视，夏嫣然也刚生完孩子，我实在不好轻易休掉她。可是老君，我肚子里怀的也是你的孩子呀，你总不想这个孩子一出生就被人喊成野种吧？况且这可是个儿子呢。如意，你放心，你距离生产还有大半年的时间。等你生孩子的时候，我一定让你当上侯府夫人的位置。可惜我这孩子活不过1个月了，我一定要用这件事让侯爷休了夏嫣然。依我看呐，这个满月宴就算了吧，一个女儿而已。母亲，这女儿也是侯府的子嗣啊，况且我们夏家也是十分重视的。这满月宴要是不办，恐怕说不过去吧。哎呀，可是如意也怀着孕呢，到时候府里会有很多的人，别冲撞了她。母亲，这如意怀孕与我给夭夭办满月宴有何干系啊？难不成要让侯府的子嗣给一个野种让路？野种，野种！你好歹是个大家闺秀，怎么说起话来如此粗鄙？母亲，话虽粗，理却是这个理。这个满月宴，我为夭夭办定了。看起来，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母亲，想必您是忘了吧？当初我嫁给侯府的时候，正是侯府落魄的时候，这整个院子都是我花钱建的。如今我办个满月宴而已，钱还是出得起的，就不劳侯府出钱了。你既然母亲没有意见，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气死我！哎，老夫人，恭喜恭喜！哎呦，夫人，近来可好？一切都好。没想到这侯府千金的满月竟如此热闹，这都是看了夏老爷子和夏将军的脸面。你以为是侯爷强啊？那是因为侯夫人啊。哼，自古女主内不主外，她倒好，对外人倒是那般热络，在家里天天摆那种臭架子。要是能对我儿也有这般热络，也不至于让人抢了男人。分娘就回休息。夏将军到！夏将军到！哥，
郡主殿下。嫣然别客气，我虽是郡主，但也是你嫂嫂，就喊我嫂嫂吧，听着亲切些。好，嫂嫂。这就是夭夭吧？快让我看看。之前母亲大寿时，我在外礼佛没能赶回来。听你哥哥说啊，夭夭长得又聪明又可人，我听着都喜欢得紧。今日一见呀，真是聪明又可爱，将来必定是个聪明伶俐的大美人儿。嫂嫂快别夸她了，她还小呢，能有这么可爱的孩子。这就是舅母吗？好漂亮呀！咦，什么声音？是谁在说话？舅母人美心善。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嫂嫂，把药给我吧，太沉了。没事儿，我喜欢这孩子。嫂嫂，前几日是不是又去寺庙里求子了？18年了，我和你哥哥成亲18年，我想要个孩子，怎么那么难？我和你哥哥成亲18年。我想要个孩子，怎么那么难？嫂嫂，顺其自然。若是真的命中无子，你就把夭夭当成自己的孩子。我真是有夭夭这样的好孩子，那可太好了。舅母别哭了。舅母，你是不是想要小宝宝呀？夭夭，是你在说话吗？舅母，是我呀。你想要儿子还是女儿呀？天哪，夭夭，你若真可以帮我，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都可以。好，那就送你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吧。嫂嫂，嫂嫂，嫂嫂，你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可能是吧。刚刚的梦是真的吗？夭夭说送了我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呀，舅母，你很快就有孩子了。天啊，我竟然能听到夭夭的心声，这孩子太神奇了，真是天降贵人。嫂嫂，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就是太喜欢这孩子了。嫣然，你生了个好女儿。烦死了，坏女人又来了。见过郡主。夫君让我离此人远点儿，但他毕竟是夭夭的亲爹。坏爹渣爹，他和柳如意装成表兄妹骗我娘亲，其实他们一直鬼混在一起。原来如此，还好夭夭提醒了我。郡主嫂嫂，许久不见，怎么不多来家？跪久了对身体不好，还请郡主让如意起来吧。哦，不知柳姑娘的夫家是谁，怀的又是谁的孩子呀？郡主，如意被秦郎所骗，如今秦郎不知所踪。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城中传闻那个未婚有孕又招摇过市的女子吧？白侯爷，你们白家的家教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呀！郡主，今日是夭夭的满月宴，还请郡主看在夭夭的份上，就不要为难如意了。呸！渣爹拿我当借口，真不要脸！既然如此，那就请柳姑娘回避吧。
夭夭毕竟是侯府嫡出的大小姐，身份尊贵。若是让人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不知廉耻的表姑母出现在夭夭的百日宴上，岂不是辱了我们夭夭的名声呀？郡主怎可如此说如意啊？侯爷，你对你这位表妹的上心程度，恐怕已经超越了夭夭吧？你从进府到现在，有看过夭夭一眼吗？今日是夭夭的满月宴，你为何满眼都是你这个表妹啊？郡主教训的是，我这就让如意回别院休息。臣女冲撞了郡主，还请郡主不要责怪侯爷。揣着这孩子整日被人侮辱，反正这孩子也活不了了，我要赶紧嫁祸给夏嫣然，才能保住我的主母之位。不好啦，不好啦！坏女人的孩子快要没了，还想嫁祸给娘亲。如意是不祥之人。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这么好玉佩就这么糟蹋了？果然是小门小户出来的，这种玉佩我们夏府有的是。改日我们再给夭夭挑一个更好的便是。这大喜的日子，别在这里扫兴。快开席了，我们去迎接宾客吧。哦，对了，玉竹，去把平川叫来。他虽然是义子，但也是侯府的少爷。你该出来见见宾客了。不可。为何不可？我是收养义子我，但这孩子是个残疾，就这么出来见到各位贵宾，我侯府的脸面往哪搁？再说了，我侯府有颍川这一个儿子就够了。侯爷，当今圣上体恤民情，关爱百姓，你难道就因为平川是残疾就觉得给侯府丢脸？你这是与当今圣上的政见不符。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就好。颍川今日读书不得空，就让平川来替我迎接宾客。咱们走。夏嫣然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为什么对这个马奴如此？难道他知道这个马奴才是他的亲儿子？不行，我绝对不能让这马奴挡了颍川的路。太子殿下到！参见太子殿下。免礼。怎么回事？太子印堂发黑，有人改了他的命格。什么？怎么会有人改了太子的命格？莫非是永王？今日夭夭满月宴，不必多礼了。谢太子殿下抬爱，夭夭的面子还真是大呢。夫人不必客气，我之前见过夭夭，便很是喜欢，十分敬切。那真是夭夭的福气啊！只是本宫今日有要事在身，礼物送到就先回了。多谢太子。恭送太子。娘亲，别让太子走，有人改了他的命格，他今日有血光之灾。什么？太子殿下，你干什么？不要以为太子对夭夭有几分喜欢，就如此失态。我不对，白丞相与永王勾结，自然是希望太子出事，我不能告诉他。太子殿下，这是怎么回事？白平川，做什么？都怪你，非要收养这么个残疾废物，如今得罪了太子殿下，你担当得起吗？侯爷，太子殿下没事吧？都怪这个废物。侯爷此言差矣，刚刚屋顶花盆掉落，若不是平川公子替本宫挡了一下，
恐怕本宫今日有性命之忧啊！还好哥哥出现的及时。太子殿下没受伤就好。听闻平川公子是夫人和侯爷收养来的义子。哎，好，本宫今日要好好嘉赏平川公子。平川公子腿部有旧疾，本宫要派最好的太医来医治。谢太子殿下。幸好平川救下了太子殿下一命，还因祸得福。娘亲，那花盆是贾哥哥放的。哦，这可真是送上门来的机会。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所以就……哎呀，我平日里叫他好好读书，谁知道这个颍川的心思全在这些玩乐上。哎呀，近日冲撞了太子殿下，是我没有好好教育他。还不快把颍川叫过来，给太子殿下赔罪！是。喂，爹娘，颍川见过太子殿下。侯爷，我作为颍川的娘亲，无论怎么惩治他，我都是下不去手的。还是侯爷你来吧。侯爷，算了，世子也不是故意的。幸好本宫今日没事。谢太子。太子殿下，感谢太子殿下宽厚。可是若此事传出去，外人会说我们侯府家风不正，御下不严，所以该惩罚的还是要惩罚的。你说是吧，侯爷？是。夫人说的有理，太子殿下，臣这就重重的惩罚颍川。来人呐！上家法！爹，孩儿不是故意的。你，嘿嘿，坏哥哥被打了。爹，我错了。爹救命啊！娘救命啊！别打了爹！柳小姐，侯爷和夫人正在管教孩子，你凑什么热闹？侯府有当家主母，你一个借宿的外戚，实在不该如此僭越。侯爷家法严厉，令本宫钦佩啊！太子殿下，臣的家风一向如此。这世子几近成年，挨几鞭哀嚎不停，实在没有世家公子之范。倒不像平川公子，虽为义子，被砸伤一声不吭。侯爷，家风如此，玉子也当如此啊！是。好了，今日就不叨扰了，先行告辞。恭送太子。走。今日宴会已结束，诸位请回吧。爹娘，我好痛！叫什么叫？滚回去！太疼了！颍川怎么样啊？我来给颍川送药。嫣然，今天若不是你在太子面前让我执意惩戒颍川，他又何必受如此之苦？坏爹爹，不许骂娘亲，明明是他差点害死太子的。侯爷，今日太子在侯府遇险，你若不严加惩治，日后外人传起来，说我们侯府蓄意谋害太子，这罪名你担得起？胡说什么？
侯爷，今日虽打了颍川，但也是为颍川开罪。皇上如今就这么一个太子，要和皇上计较起来，连我都担待不起呀。如今我保了白家，保了颍川，侯爷还苛责于我，罢了，这侯府啊，我是待不下去了。嫣然，我刚才不是要说这话，不是那个意思。今几日我带夭夭和平川回娘家住几天，颍川就交给妹妹照顾了。太好了，去见外祖父外祖母了。嫣然，侯爷，就算颍川犯错了，你也不该打这么狠呀。如意，你刚才没听见嫣然说的话吗？我今日若不打得狠一些，我怎么向太子交代？深寨妇人哪里懂这些弯弯绕绕的？还好嫣然是世家大族出来的，否则今日就惨了。侯爷现在是嫌弃如意了吗？既然如此，那就把如意赶出府去。爹，别把我娘赶出去，她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呢。如意，我刚才不是这个意思啊。不伤心了，别伤到了肚子里的孩子。啊，娘，这要不太对劲儿吧？哎呀，太疼了！啊！坏哥哥要疼死了！夭夭还真是淘气，那药虽然效果好啊，但也少不了受些苦楚。谁让他欺负我大哥哥，还要害我？好，好，好，夭夭有仇必报，将来必定不会吃亏。侯爷，侯爷别这样！夏嫣然已经走了，现在没有人能挨得了我们。怎么了？怀着孩子呢，已经快3个月了，没事的。侯爷还较劲，真扫兴！你自己睡吧。侯爷，侯爷，都怪那个夏嫣然，回什么娘家呀？我这孩子可不能白白流掉。嫣然，你回来了，嫂嫂，快。怎么突然带着孩子回来了？跟侯爷吵架了？不提也罢，主要是想爹娘了，想带夭夭回来看看。自从认了平川之后啊，还没带她回来过呢。仔仔也想外祖父外祖母，也想舅母啦。舅母也想我们夭夭啊。嫣然，嫂嫂要提醒你，那个柳如意她有些问题。嫂嫂，我都知道。你都知道？好，你懂就好。我们女人身处深宅，常常身不由己，但也不能被人诓骗而不自知。多谢嫂嫂提醒，放心吧。我这几日啊，胸口闷闷的，刚好你回来陪我说说话。舅母肚子里有宝宝啦！嫂嫂可找郎中看过？啊，还没有。太子殿下派来太医给平川治腿，要不让他给你瞧瞧？也好。来，恭喜郡主，
您这是喜脉。真的？我怀孕了。确实如此，而且郡主怀的可是双生胎。恭喜嫂嫂，终于得偿所愿。上次在梦中，夭夭说送我一对儿女，如今竟然真的成真了。看来夭夭果然是天降贵女。嫣然，多亏了夭夭。都是小问题，仔仔超厉害的。夭夭，你可真是我的小福星。娘亲，要亲亲。夫人，大少爷在院子里已经跪了2个时辰了。娘亲不要理他，他想要跟那个坏女人一起害你。他喜欢跪，就让他跪着吧。嫣然，颍川好歹是你的孩子，跪这么久，你怎么不心疼啊？舅母，他才不是娘亲的孩子，是那个坏女人和渣爹的孩子。什么？他是柳如意和白成江生的。这怎么可能？我养了他17年，就算不是我生的，也该有点感情。但是白颍川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他一心只想让他的亲娘当这个侯府的夫人。所以也罢，我也不会对他心存怜惜。这个白成江竟敢如此忘恩负义，当年你下嫁给他，吃了多少苦头？罢了，是我自己认人不清。嫂嫂，我也该回侯府了。你还要回去？是啊，我还要回去看好戏呢。嫣然，你回来就好。我们许久没有同房了，今日……侯爷，夭夭还小，离不开人。侯爷如果实在忍不住，不如给侯爷娶个妾室吧。嫣然，我说过这辈子只爱你一个，绝不纳妾。算了，你好生歇息。我去书房休息。白成江，我当初就是因为相信你，谁知道你一直都在骗我，让柳如意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待了18年，还把我的孩子换成了他的孩子。如今，我要让你得到该有的报应。娘亲，不好了，大哥哥要被陷害了！去，把白平川叫来。如果他不愿意过来，绑也得给我把他绑来。记住，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如意，如意，怎么回事？刚才有一个登徒子，他闯进我的房门，想要轻薄于我，我撞到了肚子，好痛啊！我的孩子，快传郎中！老爷，孩子可能保不住了。啊，这怎么会这样啊？那个歹人是谁啊？来人，把他给我揪出来！是白平川。什么？夏嫣然，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你养了个什么东西？如意表妹，你看清楚了吗？我看清楚了，表哥，孩子没保住，都怪我。不怪你，我要去把那个臭小子挫骨扬灰。夏嫣然，如果如意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有个3长2短，我定不饶你。母亲，平川是我的义子，他的脾气我是了解的，是断然做不出来这种事情的。还是先把人抓出来，再给他定罪吧。你住口！他就是个马奴而已，就算他有10条命，也不够陪如意肚子里的孩子。你还敢替他狡辩？平川是我的儿子，怎么就不够陪柳如意肚子里的野种了？难道说如意怀的是侯爷的儿子？你不管他怀了是谁的孩子，他竟敢私闯女眷房间，我就定不会饶他。老爷，站好！夏嫣然，等着给你的马奴儿子收尸。不对，我明明是让白平川来，怎么成了颍川？多亏了瑶瑶，不然平川恐怕今天难逃此劫。糟了，元气，我们来不及了！看我的！爹，娘，祖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逆子，他可是你亲，有好戏看了！看你们还敢害我大哥哥！是你亲表姑母，你怎能对他行不轨之事？没有啊，爹，没有啊，爹，我没有。颍川，你太让我失望了。若不是，那你半夜潜入柳如意的房间干什么？如意可是你的长辈啊！不是我不知道怎么着就进来了，我不是故意的。表哥，颍川一定不是故意的，他一定不是故意的。就算他不是故意的，他害得妹妹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都怪我这个嫂嫂没教育好这个逆子。是我自己不小心，不关颍川的事。这怎么行？妹妹肚子里的孩子没了，无论如何，我今天都是要责罚他的。来人！不要啊，嫂嫂，不要再罚颍川了，他马上就要科举，你再罚他，会影响他读书的。你一样没用的东西，你自己保不住肚子里的孩子，你别害我孙子！哼！表妹说不追究了，那我就不责罚颍川了。瑶瑶困了，夫君，那这儿就交给你了。逆子，她可是你亲娘，你怎敢对她不敬呢？爹，我真不是故意的，娘找人把我叫过来，我一进房间，娘就用衣服把我包住，我真不是故意的。好，如意，那你说是怎么回事？不是这样的，我叫的是平川，不是颍川。
大半夜叫那小子来干什么？廖如意，你该不会真像嫣然说的那样，耐不住寂寞，你要去勾引别的男人？我没有，你别听夏嫣然胡说，我没有。糟了，侯爷一直以为当年夏嫣然生的那个孩子被扔掉了，不能让他知道白平川是他的亲生儿子。那你告诉我是干什么？侯爷，我瞒不住了。其实今日我是故意带他进来的。那个白平川，平日趁你不在就对我言语挑衅，我实在不堪受辱，所以今日才假意让他过来，好让你发现他品行如此低劣。没想到，却害了雨川，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侯爷，我冤枉啊！什么？我侯府怎么会容许这样的人存在？嫣然还收他当了义子，我要去杀了他！哼，跟我斗，我能害你一次，就能害你第二次。不好了，娘亲，渣爹要杀了大哥哥！什么？不好了，夫人！夫人，侯爷把平川少爷抓走了，还说要杀了他。快走！当初妍妍说要收了，我就不同意。你瞅瞅啊，如今竟然做出这种龌龊的事，你真是丢脸！我是冤枉的，侯爷，我是被冤枉的呀！你有什么好冤枉的？夏嫣然非要收你当养子，让你过上了几天好日子，你却还如此不识好歹，我留你性命有何用？住手！不许伤害平川！然，知不知道这小子做了什么事情？他竟敢调戏如意，今天谁来说情都没有用，我一定要杀了这个贱奴！明明是那个坏女人陷害哥哥。侯爷，你就只听信柳如意的一面之词，你有证人证物吗？你凭什么说他勾引柳如意？难不成是如意调戏了他？这分明就是柳如意故意再造。如今为何要再造他？他虽是你的养子，可是他出生低贱，品行顽劣，我不相信如意难道相信他吗？出身低贱，侯爷，老夫人，你们知道他的生父生母是谁吗？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他知道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平川，是我和侯爷的亲生儿子。我？你在胡说什么？尹川才是我们的儿子呀！尹川不是我的儿子，平川才是。怎么回事？如意当年不是说那个孩子残疾没活下来，你就埋了吗？嫂嫂，话可不能乱说。尹川孝敬你多年，你怎么突然认一个马奴为子？是啊，娘，你和这马奴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连儿子都不认了？白尹川是不是我的儿子，你们心里清楚，但平川，他确实侯府血脉。如若不信，今天就滴血验亲。水里放了油，就算是亲生父子的血也不会相容。夏嫣然，就算你知道真相又如何？你儿子注定是被我儿子踩在脚下。娘亲，坏女人在水里动了手脚。什么？不过没事，看我的！怎么会这样？那时候我明明让人放了生油。坏女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别想再栽在眼皮子底下耍花招。侯爷，老夫人，你们现在相信
平川，是我和侯爷的儿子了吧？难道如意当初没有把这孩子扔掉，还让他在马厩里当马奴？可是他过世子，又是个瘸子，如何当得起我侯府嫡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初那孩子不是给扔了吗？母亲这话是何意？你们早就知道我的亲生儿子被扔了，那为何还要让我养颍川17年？你们白家就是如此无情无义、冷血至极吗？嫣然，我当初是怕你伤心，所以就没有告诉你真相。当年那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就是个残疾，大夫说了他命不久矣，所以我才让人把孩子埋掉了。那为何后来会出现在府中的马厩里，成为一个受人欺凌的马奴？这可能是哪里弄错了。不过孩子没有死，我也很高兴啊。平川，侯爷，既然你承认了，当初是你丢弃了我的孩子，那颍川是怎么回事？颍川又是谁的孩子？颍川是颍川是我生的。嫣然姐姐，如意当年和侯爷两心相许，奈何我的家世配不上侯爷，只能以兄妹相称。当年你我2人一头有孕，你的孩子残疾虚弱，侯爷怕你难过，才将我的孩子记在你的名下。嫣然姐姐，你千万不要责怪侯爷，要怪就怪我吧。明明是你们2个人私会，背叛娘亲。侯爷，他说的是真的吗？嫣然，我是怕你难过。当年我答应过你，我绝不纳妾，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你我和如意的关系。嫣然，我都是为了你啊！为了我？白城江，你背信弃义，违背誓言，你欺骗了我18年。你和柳如意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厮混了18年，你说这是为了我？你丢弃了我的亲生儿子，让我养别人的儿子养了17年，你说这是为了我？你和柳如意缠绵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违背父母孤身下嫁的苦楚？你让我把颍川一天一天的养大，你有没有想过我怀胎10月生下的儿子忍饿受冻，受人欺辱啊？白城江，这一切都是我嫁给你的报应。够了，是令如何？想不是如意给我生下颍川，当我侯府养一个残废当世子吗？颍川一生下来就是残疾吗？是有人蓄意谋害。这话是什么意思？当年你接生走了下来，现在未必找到，你把他们找来对质啊！你个贱人，难不成真的是你？够了！无论如何，平川他是个残疾，他不会识文断字，他是断不能成为我侯府的世子的。颍川他天资聪颖，此次院试必定能够夺魁。嫣然，我会让白川进我白家的族谱，以后他就名正言顺的是我侯府的2少爷了。你以为谁都稀罕加入你们白家族谱？白平川以后是我夏家的人。嫣然，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白城江，你觉得我们这对夫妻还有做下去的必要吗？娘亲终于要离开扎边了吗？仔仔支持娘亲。夏家如今尚未失势，永王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行动。如意虽好，家世却配不上。若是永王真出了什么事情，好歹夏家还可以依靠。我不能跟夏嫣然和离。嫣然，嫣然，这事是我对不住你，但是我对你这么多年的感情，我从未变过。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平川。
但是颍川你养育了这么多年，他对你是有感情的呀。至于如意，如果你不想再见到他，我现在就把他赶出侯府，你永远都不用再见他。白沉江，我为你生了儿子，没有名分，等了18年，你现在只想要儿子，不想要我。给我闭嘴！你生世普通，能生下颍川已是你的福气。就是，要不是看在你生了颍川的份上，你以为我会让你顶着我侄女的名头，在府上待了18年？爹，别把我娘赶走！娘亲，不要信这个渣爹，他都是为了你的家世才服软的，他就等着永王谋反成功再休掉你呢。圣上有命，带夏嫣然和白夭夭入宫。来人！圣上有命，带夏夫人和白夭夭入宫。娘亲不用担心，太子生病了，郡主舅母想让我去给太子治。夏家人都被抓进宫里了，太子也命不久矣，永王大业要成了。夏嫣然，我不必再受你们夏家限制，你不是想和离吗？我现在就休了。婉儿，你说夏氏的女儿白夭夭是天降贵女，有大神通，此言当真？皇兄，臣妹所言无半句虚假。唉，罢了，要不是太子病重，朕也不会相信这些东西。现在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让知道。臣女夏嫣然参见陛下。快快请起。夏氏，婉儿说你的女儿夭夭是天赐贵女，如今太子病重，药石无医，你可有什么办法？这药石无医，你可有什么办法？娘亲没事，我可以治。回禀陛下，之前夭夭与太子殿下有过一面之缘，或许能给太子殿下带来一些好运。既如此，你和夭夭上前来。是。太子竟然被人下了巫蛊之术，所以他才会昏迷不醒。还好仔仔来得及时，不然过了明日就谁都救不回来了。啊！太子醒了，我儿没事就好。夏氏，你可是大功臣呐！皇上谬赞，功臣不是我，是夭夭。对。朕要重重有赏。回禀陛下，太子此次病得蹊跷，之前之所以查不出来原因，是因为太子既不是生病，也不是中毒，而是有人改了他的命格。太子身份如此尊贵，怎么会有人敢改动他的命格？来人，把青天剑的人叫来。臣有要事禀告陛下。何事？臣查到永王暗自屯兵，密谋造反。夏卿，其实永王有不臣之心，朕早已知晓。什么？那陛下为何迟迟不处置？永王毕竟是亲王，又是朕的血亲，若是没有证据贸然处置，怕是寒了那些宗室们的心呐。臣有证据，而且……陛下，臣女要告发，臣女的丈夫永安侯白承江与永王密谋造反。臣女的丈夫永安侯白承江与永王密谋造反。什么？夏氏，你……陛下，臣女虽是深宅妇人，但是也懂忠孝礼。白承江为臣不正，为人不仁。今天
臣女终于可以向陛下说明这一切了。永王有异心，朕早有察觉。不过永安侯，朕确实没有想到，此次太子有事，朕也觉得蹊跷。婉儿向朕推举你的时候，朕怕走漏消息，所以才让夏家的人全部都到皇宫来。夏氏，你如今举报自己的丈夫，也是胆大。陛下，白承江背信弃义，他将外室以表妹的名义养在府中18年，而且在我产子之时，将我的儿子丢弃，骗我将外室的儿子养大。臣女虽是一介女流，但也要为自己讨个公道。竟有如此荒唐之事！启禀陛下，小的刚刚得到消息，派去叫钦天监监司的人说钦天监监司刚刚家中暴毙，而且现场还捡到了将军府的腰牌。死得如此蹊跷，果然有猫腻。若不是夭夭，朕还真相信了他们的栽赃嫁祸之计。现在看来，应是永王无意。皇上明鉴。可惜呀，此事已然死无对证，不能直接指证永王，让他快了一步。这还不简单，让他们狐狸尾巴露出来就是啦。回禀陛下，臣女觉得赌不如输。永王密谋一事不止今日，不如将计就计，将我哥哥列为罪魁祸首，表面上惩罚，实则转移。好，幸好有夭夭在，救了太子，又幸好有你在，取了一招引蛇出洞之计。夏氏，你生了一个好女儿啊，朕要重重有赏。陛下，请先不要封赏夭夭。要嘛要嘛，夭夭要金子银子，还要吃不完的好吃的。瑶瑶，再等一等。夏氏，你为何不要朕赏？回陛下，若我哥哥将计就计获罪，臣女怎敢讨封赏？况且，臣女还有一事要做。娘，歇会儿吧，我都困了。当年我把那个小杂种搞残废的事儿被你爹知道了，如今他心中对我一定有了芥蒂，这可如何是好？怕什么？反正那个白冰川现在是残废，爹不可能认他做世子的。再说，你是我亲娘，等我考上状元之后，就尊你一个亲娘，哪怕那个夏嫣然。还好有你，颍川。看来你对这次院试是势在必得了。这跟娘说，你这书到底读得如何？我也不敢保证一定能中。别人让你多读书，你就知道玩闹取乐。若是没中，我如何能在这侯府活得下去？放心吧，娘，我迟早会中的。哼，我已经等了18年了，不想再等了。颍川，娘一定会让你中状元的。真的，娘，你有什么办法？有钱能使鬼推磨，娘这次可全靠你了。侯爷，夫人和大小姐回来了。就他们俩，夏家的其他人放出宫了吗？没有，听说不知为何皇上震怒，把夏家人和郡主都扣下了，只有夫人和大小姐回来了。可能是因为夫人和大小姐毕竟算是白家人。好啊，看来永王果然把夏家扳倒了。如此，我便不用看夏家人的脸色了。夏嫣然，我终于可以休了你，免得到时候处置夏家连累到我。哼，你先下去吧。是。这些年，侯爷把他所有的钱都放在我这里，如今正好用这些钱为颍川买个状元。只要我儿子是状元，这侯府的当家主母必定是我。听说侯爷在等我。夫人进宫之前，我们还有些事情没有谈完。侯爷是说和离一事？夫人说错了，我不是要和离，我是要休妻。果然，我进宫一趟回来，他的态度立刻就变了。当初和我在一起，
就是因为我的家世，如今夏家有难，他竟立刻就要甩开我。白成江，你果然是冷血无情。好，既然如此，那就请族中的父老们做个见证。今日，请各位族老前来，为我白家做个见证。我白成江，今日休妻。慢着，怎么，你后悔了？悔，我就只后悔这一天来得太晚了。我纠正一下，今日不是你白成江休妻，而是我夏嫣然要与你断亲。断亲？我只听说过休妻，没听说过断亲吗？我朝律法，犯妻出者可被丈夫休弃。可各位族老们，我想问一句，我夏嫣然犯了这七出里的哪一条？我上敬父母，下育子女，悉心照顾白家上下一切事，可我得到什么？而他白成江欺骗了我18年，他将外室养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还要让我与他姑嫂相处。是他白成江亲手丢弃了我怀胎10月的儿子，让我养他与他外室的儿子18年。白成江，你说这种种情节，你竟冤枉了你！娘亲说的真好，娘亲记得把嫁妆都带走。别人用所有的钱给坏哥哥买了个状元，他们马上就要没钱了。当然，我的东西我当然要带走。白成江，今日不是你休妻，是我夏嫣然与你断亲，而且我要把平川和夭夭都带走。不可以，平川和夭夭也是我白家人，你自己走可以，不可以带走他们。是啊，你可以走，孩子是白家的，不能带走。为何不能？若不是我认了平川，现在平川早就被颍川欺辱致死。夭夭才出生不过2个月，离不了亲娘。你们若是不同意我将孩子带走，那就恢复平川的世子之位，如何？一个残废，一个女娃，不堪大用。他要带走就带走好了，反正我还有颍川。好，把孩子都给你。既然如此，那就请各位族老为我们做个见证吧。玉竹，今日我夏嫣然与白家再无半点关系，白平川、白夭夭改姓为夏氏，我与白成江就此割席，恩断义绝。娘亲手疼不疼？瑶瑶给吹吹。从此以后，我就是夏夭夭了。娘亲，我喜欢夏夭夭。瑶瑶，娘亲对不住你，让你这么小就没了爹。瑶瑶有娘亲就够了，瑶瑶才不要这个渣爹。断亲书已签，来人，搬东西。把东西给我放下！侯爷，当初我嫁过来的时候，这侯府除了这一间房子之外，连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没有。是我用我的嫁妆补贴侯府，才有了现在的样子。如今我们已经断亲，我花钱买的所有东西，通通都要带走。夏氏啊，夏氏，你简直是太过分了！老夫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玉竹，因为离开你，我们就没法活了吗？当真以为我会没有钱呢？好，那我们就快点办，免得耽误侯爷置办新房。
紧滚！哎呀，你瞅瞅，这好好的侯府，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夏嫣然，你真是好狠的心呐！要白着让他办，我们再置办些就是了。如意，我的钱不是都在你那儿吗？你再去置办些家产来。这怎么了？我的钱不是都在你那儿吗？这钱怎么了？你拿钱做什么了？钱怎么了？你拿钱干什么了？我就是颍川要院士，我拿钱打点了一下嘛。什么？你不跟我说颍川一定能中状元吗？为什么还花钱去打点呢？母亲为儿子打点一下，也是为了安心嘛。算了，那现在还剩下多少？你说呀！都拿去打点了，一点都没剩下了。我也不知道，这府里所有东西都是夏嫣然买的呀。我要是知道，肯定会留一些的。你这是花钱去打点，还是去给颍川买了个状元啊？那买的状元也算状元吗？颍川中了状元，那是光耀门楣的事儿。好的很啊！要是颍川中了状元也就罢了，若是他没有中，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一个校门小户出来的，就算是颍川中了状元，这以后府里的钱也是由我说了算。等颍川中了状元，我就是侯府的当家主母，谁还会听你这个老不死？看瑶瑶眼睛都错不开了。瑶瑶喜欢吗？小姐，科举放榜了。哦。孩儿心不辱命，中了状元。真不愧是我白城江的儿子，真是给我白家光宗耀祖了。侯爷，你看，我就说颍川没问题的。好啊，颍川你真是争气，你是我们白家的世子啊。那是当然，我白府有这么一个儿子就够了。我大摆宴席，我要让大家都看看白城江的好儿子。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钱了。无妨的，娘亲，我让人去借些银子钱来。反正我们儿子现在是状元，将来还怕还不起吗？就是。爹，陛下还让我和我娘一起去面圣呢，受我娘育子有功，还要给她封诰命呢。真的吗，颍川？你没有听错吧？孩儿绝对没有听错。娘，你封了诰命以后，看谁还敢说你配不上侯府夫人的位置。如意，有你真是我的福气呀！还好我把夏嫣然给休了。如意如今也算配得上侯爷了。配得上，一直都配得上。爹，那今天和娘亲一起去买身新衣裳吧，明天还要面圣呢。好，现在就去。这不是状元郎吗？真是我三生有幸。哎，您需要点什么？老板，把你们这儿最好的料子给我拿出来。好。哟，这不是夏家大小姐吗？如今还有闲心出来逛街呢。今日运气真是不好，一出门就看见脏东西，真让人恶心。如今你心情不好也可以理解，毕竟颍川中了状元。当初你非要你那个残废儿子不要颍川，现在颍川这么有出息，你很后悔吧？后悔有什么用啊？这颍川本来就不是他的儿子，他哪有这个福气呀？就是，
要不是我娘，我早就被你给耽误了。白隐川，我被你们蒙在鼓里的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亲儿子对待，你如今竟然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激之心。这当今的状元郎就是这么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吗？你本来就不会教育孩子，我如今的成就，都是因为我亲娘。好，你最好记住你今日的话，你的成就和罪孽，都与你没有半点关系。我还怕你跟我攀关系。我听说侯府现在家丁都遣散了，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不知等会儿侯爷如何付钱呢？这就不劳你操心了。颍川如今前途无量，还怕没钱结账吗？老板，我们今日先记账，过几日再把钱送过来。好吧，有侯爷和状元郎担保，我自然不用担心。娘亲，他们马上就要被打脸了，好开心，想看戏。好，娘亲一定让你看这出戏。永王大业将成，我看你还能笑到何时？颍川和如意进宫谢恩去了，咱们先吃。颍川这孩子真是有出息，竟然给他母亲来求了份告别，我们也跟着沾光了。颍川还小，将来呀，还需要各位祖老照顾。好说好说。侯爷，不好了！大少爷被查出来科举作弊，和夫人一起被扣在宫里了。什么？你说什么？再说清楚一些。大少爷的文章被查出来作弊，皇上审问考官，才知道是夫人给了钱。皇上震怒，将所有设计此事的人下狱，大少爷和夫人也在其中。怎么会变成这样？这颍川的状元是买来的。白侯爷，我可算是找着你了。你欠我们的账，现在是不是应该结一下？白侯爷，这是你借的银子，现在我们要讨回。存什么存？就是不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吧？当初我答应你赊账，那是因为你儿子是状元郎，现如今状元郎是假的，哎，还是你们买的。如今舞弊案发，皇上盛怒，一口气斩了3个主考官，你儿子的命现在还不一定。再说了，这件事情如果连累在白家，到时候我这账找谁去要去？是这个道理。侯爷，麻烦您抓紧还钱吧。丞相，你纵容妻儿院士作弊，这可是欺君之罪呀！我们白家从今往后与你再无关系，你好自为之吧。哼，走。宗老，见我得势就都切过来，见我失势就立刻躲开，一群小人！你自己不也一样吗？见我夏家得势，就费尽心机娶我；见我夏家失势，就立刻休了我。白成江，这种滋味你也尝到了，感觉怎么样呢？夏嫣然，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是啊，不过我还是来提醒你的，你母亲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怒急攻心，恐怕已经不行了。你不去看看？娘亲，你终于得到了报应。若是没有夭夭，恐怕如今落得如此凄惨境地的人就是我了。不会的，娘亲，善良之人必有福报。夭夭说的对。娘亲，是孩儿对不起你，你走了，你让孩儿自己怎么办呢？白侯爷，参见永王殿下。虽然今日你府上多有变故，但也正是我们起事的大好时机。永王殿下，这是什么意思？皇上此前因为太子病重，听闻早已是不眠不休，身体透支。此次又发生舞弊重案，本王亲眼所见。今日在朝堂上，皇上
大发雷霆，甚至口吐鲜血。如今本王又从太医院得到可靠消息，说皇上已经昏迷不醒了，所以此番不正是你我起事的大好时机吗？这，侯爷，别再犹豫了。你儿子不被他关在牢里吗？难道你不想救他吗？放心，只要你我起事成功，你白家通通都有封赏。好，我答应你。好，那就请侯爷带领你的禁军和我里应外合，明日此时杀入皇城。娘亲别睡了，快起来！永王今日要和渣爹一起谋反啦！什么？他们果然按捺不住了。走，我们进宫。没想到竟然这么轻松，看来陛下果然是年老昏聩呀。是，过了今晚，王爷，您才是当今陛下。白侯爷，还是你最有眼色。既如此，那本王就送你一份功劳。去杀了皇上。这，白侯爷，这可是天大的功劳。附近的守卫已被我清理干净，别让本王失望。看来永王把我当成了探路的棋子。不管了，富贵险中求，成王败寇，在此一举了。臣必然不辱使命。白成江，你太让朕失望了！你怎么没死啊？要不是你的女儿夭夭，恐怕我儿已经死了。既然被发现了，不如拼死一搏！白平川，是你，这腿好了？这腿早就好了，是娘让我瞒着你的，不然我怎么看清楚你这个唯利是图、薄情寡义的父亲？你怎么会在这儿？不只有他，还有我。夏一晨不是已经被关起来了吗？如果不是我把消息透露出，你又怎会与我合离，暴露出你的本性？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你和永王暗中勾结谋反，还想害我大哥，还欺骗了我18年。白成江，这是你应得的报应。不，我还没有说。永王，启禀陛下，永王伺机谋反，私自动用兵线，已在乱中被夏将军手下当场擒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为什么。白成江，你作为朝廷命官，不思民生，反而谋害皇位，是为不忠。你自私自利，为了一己私欲妄图谋反，还不顾家人和九族的身家性命，是为不孝。你违背誓言，欺骗了你的结发妻子18年，是为不仁。你唯利是图，抛弃妻子，是为不义。娘亲说得好，漂亮娘亲又漂亮又帅，谢谢你。像你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活该有这样的报应。说得好，夏将军护驾有功，封一品中用功。夏嫣然深明大义，举报有功，朕认作义妹，同时赐封为郡主。至于夭夭，就认作朕的义女，直接封为宝珠公主。夏家其他人都有封赏。
谢陛下。白城江以下犯上，图谋造反，明日午时，午门问斩。恭喜恭喜！恭喜平川公子能成为圣上钦点的少年将军呢！客气了，客气了，快快快，离下去！现在娘身边都是好人了，瑶瑶真开心。瑶瑶，幸好有你，不然娘亲啊，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被骗。不谢不谢，娘亲如此善良，这是你应得的。如果能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再选柳如意了。一步错，步步错，如今竟然走到了这般田地。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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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客气了，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人都到齐了，走走走。孩子来了。对，我